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采取西进运动和孤立主义策略，通过巨大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市场要素整合等优势，将自己抬上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此后的100多年里，再无异味。之后的2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列强国彻底把自己打残，让美国仅损失10几万兵力和几十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既能在清算一战协约国和二战轴心国的时候捞尽好处，又能在接下来重建全球化秩序即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和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时占据主导地位。战后扶持日韩，实施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创立北约，团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华约集团对抗，主导冷战格局，直到对手解体，宣告美国的制度体系遵循开放型系统的特征，发展其自身具有可行性，于是扩大开放规模，连接更多国家参与由它所主导的市场化体系。由此一来，全球经贸一体化，也就是全球化 2.0 格局正式形成。如果说自公元15世纪大航海以来，西方列强使用殖民和掠夺等原始手段收割全球财富，积累起庞大的资本，开启了全球化 1.0 时代，那么二战后的美国利用市场化手段，开启了全球化 2.0 时代。该阶段以先进半导体产业、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新一代信息传输方式为主，构建了经贸全球化的信息要素流动网络。直至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全球化 2.0 时代。要是说二战前甚至冷战结束前，也就是全球化 2.0 格局尚未形成的时候，美国想要主导全球各方面的格局简直难如登天。正如他们印在货币上的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上帝，上帝会保佑我们。接下来的100多年里，美国凭借此前发展自身积累起来的殷实家底，以及外部环境那2场犹如神助攻一般的世界级战争，将美国的国运推至前无古人的历史高度，使其一跃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美国如此强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既有利又有弊的。有利之处就在于每个国家都能基于全球化 2.0， 也就是经贸一体化市场发展自身。比如说我们过去这40多年来的发展势头，离不开融入经贸全球化的举措。然而其弊端就在于，一旦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产业发展势头减弱，资源增量停滞不前，那么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2.0 必然会陷入争夺存量资源的零和博弈，反噬所有的参与国，美国也难逃一劫。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波及全球，除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与次级信贷等金融创新模式深度捆绑以外，美元霸权及其造成的全球金融产业垄断也难辞其咎。换句话说，美国基于全球化 2.0 既可以做到成果共享，也可以把自身的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融入全球化 2.0 体系相当于一家企业采取风险投资的合伙人制度，投资规模越大，话语权越大的企业，该制度对于这家企业的利益倾斜程度也就越大。反之，那些实力不够强大的企业，其收入所得只能被制度成本不断削减。这也是当今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主要原因。那些不曾在全球化 2.0 收获应得利益的国家开始掀桌子不干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首先我们来讲第一部分，秩序瓦解。究其原因，美国在二战后干了这3件事。第一，1960年代美国成立美联储，延续英格兰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原本美国的央行制度是分权管理的，但是经过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联储前身机构的不作为，加剧了经济萧条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在小罗斯福总统上台以后，从联邦层面收紧货币发行的权利，加上二战爆发，作为战时经济，央行发行货币的权力被集中在联邦政府的决策层。战后经济企稳，婴儿潮的到来让后继总统凭借货币发行权在财政支出方面大施拳脚，比如马歇尔的重振欧洲以及艾森豪威尔的伟大社会计划。之后冷战的到来让联邦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开支扩大了数十倍，直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过于集中的权力让央行制度的改革被迫进行。在众多联储官员的努力下，美联储于1970年代正式从联邦政府独立出去，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稳健性。然而经历了1970年代的经济大滞胀，联邦政府仅凭价格管制已经无法控制大通胀的肆虐。
彼时以沃尔克、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主席再一次收紧货币发行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权利，成功度过大滞胀的同时，也开启了1980年代持续至今的里根大循环，也就是现代金融行业的鼎盛时期。各种融资工具层出不穷，从此将实体经济彻底绑上虚拟经济的列车，一路向前狂奔。金融创新的繁荣换来的是社会信贷空前的泡沫化，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资产负债表。正如那句谚语所说的那样，树不可能长到天上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势力再次抬头，彻底将央行沦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垃圾资产迟迟无法从市场出清，货币发行纪律受到严重损害，道德市场风险一再被放大，弗里德曼等一众经济学家思想遗产被束之高阁。第二件事就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建立起浮动汇率锚定的关系，大宗商品、期货等资产证券化手段开始横行，现代金融创新模式呈喷井式爆发，人类文明从此进入信用货币和资产证券化时代。金本位时代结束意味着世界各国的货币陷入相互竞争的状态，哪家的历史信用更好及其背后发行国的综合实力更强，则更加具备跨境流动结算的中立媒介作用。而想要使自家货币成为世界货币，还应该具备发行国的市场完全开放、要素资源流动必须充分等条件，否则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无法跨境自由兑换的主权货币也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很显然，美元具备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其国内自发扩张的市场化秩序以及开放型社会系统的价格机制，在要素整合、资源等方面比非开放型系统的经济体制更具效率。但是美元霸权最大的问题并非出自于美元或美国经济本身，而是出现了货币统治的现象。什么是货币统治呢？简单来说，美元是美国发行的主权货币，按理来说它仅流通于美国国内，充当交易媒介，却因为美国的金融霸权，全世界有60%以上的商品交易结算都要用到它，还有众多国家拿它来锚定自家的资产，储备在银行账户里。于是乎，一个神奇的现象发生了。按照联邦宪法，美元的价值稳定与否只能由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说了算，至于世界经济怎么样，并不关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事。但问题就在于，美元已经实质性的成为了世界货币，它不只流通于美国境内，还流通于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形成了权责不对等的现象。想要成为世界货币，美元不应该只对美国境内的流通与否负责，也务必顾及到使用美元交易的其他国家。可现实是，美国利用这种美元统治的制度漏洞，不断的在逃避责任。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那样，虽然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当今各国的主权货币陷入了比谁更烂的零和较量中，无法具备实力做到去美元化，于是全世界的财富在信用货币的制度漏洞下纷纷沦为韭菜，一直暴露在美元的镰刀底下。只要美国想要，就可以尽情的变相收取高昂的铸币税。当然，为了美元霸权一直持续下去，精明的山姆大叔并不会竭泽而渔，先是建立起全球金融和资本流动体系，然后时不时来一出杀鸡取卵的戏码，屡试不爽。如此一来，美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先利用全球化 2.0 体系，在经济增长时期把一些国家及其资产养肥，表面上看好像一荣俱荣，可是等到经济下行甚至衰退时，山姆大叔就会手起刀落，绝不留情，因为美国也要活下去，办法只能是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了。另外，全世界贫富差距越发悬殊的罪魁祸首，当属美元霸权所造就的越发膨胀的金融体系。看到这里，你应该知道川普为何会上台了，因为全世界的底层人民都在愤怒，有些人只看到华尔街之狼，却看不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现状。第三件事就是1960年代开始，美国将相对落后的下游制造业技术嵌入到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并由它来主导，呈现出雁行迁徙的趋势。很多人都在说美元收割，还说美元霸权的可怕之处就是美国会到处收割其他国家财富。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美国真正在做的不是美元收割，而是美元创投。什么是美元创投呢？先创造货币流动性和社会信贷，再以此形成资本，于全球各地疯狂投资，攻城略地。美国牢牢掌握制造业核心环节的技术，主导全球产业布局，再结合上述提到的货币统治，
收割其他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有人说，美国并不会收割其他国家资产，比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的大类资产，美国非但没有收购，反而还弃之如履。由此得出结论，美国货币和财政决策并非是收割某个国家的财富为主要任务。殊不知，像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大类资产在危机爆发后已经沦为负资产。还有1991年日本房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的房子彻底沦为负资产。美国资本集团会傻到收购这些负资产吗？然而，债务危机的爆发也意味着这些国家所有的资产都经历过一轮价值重估。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美国当然会当仁不让的笑纳了。比如墨西哥和巴西的大片农田都被美国的粮食公司收入囊中，还有像索尼、东芝、三菱、松下等日本大型公司的股权，在房市泡沫破灭后都被美国资本成功收割。除了金融资本投资以外，美国最擅长的创投手段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整个制造产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将上中下游所有的制造产业环节全部连接起来，整合资源的能力空前强大。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先是在1960年代将中下游制造产能转移给日本，再于1980年代溢出至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主的亚洲四小龙地区，然后在2000年代转移到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大陆地区，如今已经转移到越南和印度等地区。业界人士将这种制造业产能转移的过程称之为雁行迁徙。美国依靠产业布局，投资符合市场应用规律和规模效应的前沿技术，与要素禀赋市场展开合作，以此整合全球要素市场。而美元创投的手段还不止于此，比如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既牢牢掌握全球制造供应链的整体局势，又能拿走像三星、台积电、阿斯麦等高端制造公司的股权，以此间接控制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综上所述，美国干的这3件事已经使其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风险控制系统。美元创投将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风险转嫁出去，造成美国本土产业空心化的同时，也将系统性风险转嫁给最大的合作伙伴，比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这些后发国家具有相当明显的资本结构劣势，早期发家只能依靠产业投资来实现。一旦陷入存量博弈的格局，这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最容易崩溃。比如1991年日本房产泡沫破灭，正如经济学家顾昭民所说的那样，日本光是修复资产负债表就得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还被世人称之为失去了30年。美国则基于上述提到的货币统治和美元创投，正在不断地使其风控系统形成足以闭环的正向反馈，并且循环强化，而其他国家只有挨打和被收割的份儿。也就是说，美国会越来越强大，其他国家会越来越孱弱。结合当下的全球经济形势，科技大停滞、技术爬坡时期延长、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以及后发国家的资本结构劣势，面对全球化 2.0 格局的崩坏，各国的应对方式却是回归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利益分化。过往全球制造产业供应链格局经历3轮转移，先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地区，再到中国大陆地区，如今面临第4轮转移的趋势，即从中国大陆地区转移到印度、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全球化退潮、民族主义回归，小国为了生存而寻求产业布局本土化，大国寻求产业多元化布局，实施近岸或友岸外包政策，杜绝以非友好国家优胜的离岸外包行为。为什么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为主导的全球产业供应价值链和经贸分工体系需要被重塑呢？由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国规模效应使然，造成产业升级及技术转移带来的扩散趋势陷入了停滞状态。至于为何会停滞，跟参与国采取的非对等手段及其体制问题息息相关，比如重点产业垄断和非市场经济法治化等问题。一来国际利益团体对其参与秩序的实力产生怀疑，二来治理支出成本严重影响全社会的收益增加，导致产业升级的技术红利与之相抵消了。除此之外，过往全球化体系关于利益分配和参与权的严重分化，即参与国之间存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局面。于是发达地区有能力也有责任重塑格局，改变寡头或巨头赢家通吃的现状，以此延续全球化体系，同时也是在维护他们于该体系内的利益。
然而他们与我国主张的对外决策大相径庭。我们主张和提倡维护过往经贸全球化秩序及多边合作机制，以此维护自身利益，未曾想改变现状，思考全球化退潮背后的根本原因，所以与西方主要国家展开实质性的竞争态势，此即新冷战的开端。不同于以往属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冷战，此次新冷战乃是关乎现代化治理及全球经贸、金融、科技、政治、文化、商业秩序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系统性竞争，对人类文明现代化及人文主义思潮更进一步的分野与角逐。最后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供需转移。起先的全球经贸一体化秩序是由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为首的原材料出口及能源供应链，以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印度、东南亚等地区为主的制造基地兼生产技术研究部门及商品供应链，以欧美日等国家为首的高新技术研发部门兼终端消费市场三位于一体所构成的。但由于逆全球化的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回归，旧有的制造产业供应链及分工体系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 3.0 体系的雏形。北方大国从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市场退出，其他经济体的地位不变。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兼高新技术研发部门仍旧是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求中低端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从中国大陆迁移至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并加强对上游原材料和能源输出市场的控制。以中国大陆为主的既以原先处于中间位置的制造基地，则寻求科技创新，不断攻克制造业上游技术，并壮大内部需求市场，以应对发达国家将其排除在新型供应价值链之外。由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欧美日等买方市场的主权实体欲将制造基地从中国大陆撤离至近岸或友岸地区，也就是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以及墨西哥或东南欧等地区。然而中国大陆欲向高端制造及先进技术领域迈进，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以此遏制制造产业链转移的势头。由此一来，以欧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阵营与以中国大陆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阵营至于利益分歧的对峙格局正式形成。两大阵营谁赢谁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地区的站队情况。首先，原材料输出地区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站队。目前我国在应对成本控制和市场经济开拓更多原创性商业模式等方面稍弱，除去政治利益，大部分原材料输出地均同时站队两大阵营。不过往后的局势发展可能会不利于我方，尽管不计成本的让利可以短暂留住这些地区，但对方将他们融入市场生态的能力随着商业文化的进化和迭代产生自增强效应。如果我们不进行针对性的制度变革，原材料输出地就会与对方形成利益与价值方面的双重共同体，届时他们必定会站队对方阵营。其次，从新型全球化体系获益的近岸和友岸外包的国家或地区也会站队对方的阵营，因为利益优先论，即使长期双方具有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也会因眼前的共同利益而选择合作。比如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还有墨西哥、波兰等东欧地区。这些地区乃是往后全球产业资本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意志或将决定未来制造产业格局至于利益分配的最终形态。对于双方阵营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很长段时间里需要面临对方阵营分化全球产业资本，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将全球制造业的三超，也就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格局变成多强的群雄逐鹿。再来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他们的经贸体量占全球总量的份额较少，但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较大。目前我国正积极通过建设一带一路等方式拉拢这部分边缘主体的势力，以此扩张海外利益版图，打造世界的另一极。话说回来，第四轮产业转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吗？我的回答是，没错，是不可逆的。第一，大国规模陷阱抑制产业供应链向其他地区转移，从而无法使更多的国家或地区从全球化体系获益。第二，必须将全球化发展势头延续下去，此乃现代化社会的类终极形态，于是做出调整甚至重塑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利益，使更多国家或地区参与进来，分摊成本，共享收益，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除了大国规模陷阱会阻碍转移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及重塑全球分工协作体系之外，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还有其他的行动理由吗？当然有了。
一来，由于人类文明和全球化社会自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只有我国这般人口规模在10亿级且领土面积达到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及制造产业供应格局，其所产生的对其他中小型国家和地区关于经贸方面的影响力实在是过于强大，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寻求外部政治力量，通过现有的多边主义秩序参与并干预其中，以此应对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一些已经深度参与经贸全球化分工的小国，仅凭他们自身是很难抵御来自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的，而对他们而言，全球系统性风险就相当于是外部风险，所以必须依靠现有的国际多边主义秩序表达诉求，以维护利益。二来，我们目前在国际规则体系下仍然以结构性弱者自居。然而事实是，其凭借庞大的人口和地理面积等具有规模优势的要素，攫取来自其自身参与全球化体系的利益，对系统内其他主体造成实质性的虹吸效应，以此成为过往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面对逆全球化的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现状，仍秉持非对等的原则参与其中，并对大势所趋施以阻碍。比如双方市场并非对等开放，对方资源或生产要素非对称流通，有违全球经贸体系及其制度规则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三来，我们不仅对外秉持非对等原则以攫取结构性差异的收益，比如发展中地区的关税优惠待遇，即允许其加征关税，而发达地区则对其商品减征关税的措施，还对内部社会部门主体构成区别性对待，比如经营主体对劳动法予以保障的劳工权益肆意妄为的侵犯和践踏，对此行政或司法主体却选择视若无睹。另外，由于我们实行间接税收而非直接税收的制度，企业需承担劳动者包括五险一金在内的全部支出，此举无疑增加企业应对宏观税负的成本，而社会保障方面却可以因此减轻负担。以上所述均构成结构性差异的发展红利，其他完善劳工权益保障和加大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国家和地区构成非对称的发展优势。从系统性竞争的角度看，实在有失公平。由此一来，在关乎劳工权益保障等人类权利观念，或是对企业经营主体减税降费等财产权利观念方面，两大阵营已经明显出现分歧。总而言之，我国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大变局，唯有对外对等开放市场，对内则深化体制改革，还得改变经济发展主体，使思想观念向世界主流看齐，然后向着更高质量的人类文明现代化社会发展下去。